discovered that the other party secretly had an abandoned account abroad, which violate Article 1109 and Traditional 1. We can stop the quantity at any time. Mr. Peter, listen to me. They have no way to fly to fight. 陈律，承诺那个并购案忽然不承认之前的口头承诺了，怎么办？回复他们，上周三的电话会议，对方 CEO 的亲口承认，我方有电话记录录音视频，他没有反悔的余地。好。这才来呀！这庭审都快结束了，这被告人律师竟然才来。我看他肯定觉得这是一场必输的案子，怕自己不丢脸。肃静！被告方律师陈真真，庭审已经快结束了，你现在还剩下1句话的时间。你们乔装运动的商标侵权我们艺人冯喜喜的肖像，是不争的事实。原告方律师，请注意你的措辞，我们没有侵权。大家请看，你们的商标和艺人冯喜喜拿着网图拍的写真分明一模一样，这不是同一张照片。陈真真，这里是法庭，不是你的演堂。我们商标上这个人是普通模特，而不是艺人冯喜喜。手上拿的是羽毛球拍，而不是网球拍。尊敬的法官阁下，可以宣判了。被告方请诉。陈律，你真的认为乔装运动没有侵权吗？我怎么认为不重要。麦麦，你要时刻谨记，作为一名律师，委托人的诉求就是我们的诉求。陈律，久仰大名，我是吴文涛经纪人郭燕。我这次来啊，是想请您明天帮我们家艺人打一场官司。你的艺人是？啊，来，陈律，你看，吴文涛涉嫌性侵在校女大学生。像我们家文涛这样的大明星，你说想要什么样的女孩没有？怎么可能涉嫌性侵呢？他这是被人做局了。陈大律师，您可一定得还我们家文涛一个公道啊！只要您肯接下这个案子，条件随您开。仙人跳，难道他吴文涛的裤子还会自己掉？像我们家文涛这样的顶流，想和他发生点什么的姑娘，哎，可以说从这法院的门口直接盘到法国去。郭女士，法庭是讲理的地方，万事讲究证据。想让我帮你打官司，首先你要告诉我，吴文涛是不是被冤枉？我向您保证，我们家文涛就是被人冤枉的。既然如此，这个案子我接了。太好了，陈律，来，这是合同。陈律，那明天的庭审就拜托您了。哦，对了，我听说您家有2个特别可爱的女儿，这个是我们家文涛演唱会的内部门票，小姑娘啊，肯定都特别喜欢啊。走了啊。回去早点休息哦，不然我会心疼的睡不着的。春春夏夏，演唱会好看吗？妈妈，我跟夏夏对那种流量明星没什么兴趣，没去演唱会。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妈妈去接你们。啊，行，那我这会儿把定位发你啊。一堆垃圾，真是倒霉胃口。涛哥，郭姐好不容易找来陈律师，在明天庭审给你做辩护，他一再提醒说，让你稍微收敛收敛，装装样子。
不拍！找死！妈的，敢偷拍老子！放开我姐姐！涛哥，明天就要开庭了呀！要是让这两个臭娘们儿刚刚偷拍的视频发到网上，你又要被黑了。真是找死不挑日子！把手机打开。我说了，我们没有偷拍你，手机还我！还在嘴硬，把这两个贱人给我抓起来！好嘞！放开我！你放开我姐姐！夏夏，别急，现在就到你。夏夏，我说我们没有偷拍你。那肯定就是你们还没来得及偷拍就被我发现。毕竟，没有哪个女人能抵挡得住我的魅力。你真是让人恶心！手机还我！身材不错，想要手机，给你。干嘛？你把手伸过来，不就是想跟你肢体接触吗？胡说八道什么呢？行了，别装，你们欲擒故纵，不就是为了挑逗？嘴上说着不要，实际上偏心不行。今天我就大发慈悲，好好赏赐一下，晚上会好好陪。你别过来啊！来吧，宝贝儿，我还没尝过姐妹花呢。姐姐，姐姐，我该怎么办？离我们远一点！看来网上的传言真的没错，你就是个道德败坏的变态！你不知道每天有多少发疯的臭娘们想爬上我的床，我睡他们，那是赏赐。就是被我们涛哥看上了你，那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吴文涛，你这个败类根本就不配做偶像，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明天的庭审，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吃牢饭吧。你知道明天给我们涛哥辩护的律师是谁啊？说出来能吓死你！我们涛哥是不可能败诉。就凭那点花边小新闻就想扳倒我，那简直是笑话。我的粉丝们只会认为我被企图霸占我的疯女人们泼了脏水，他们永远会无脑爱我。等明天庭审胜诉后，我依然是那个金光闪闪的大明星。你不会胜诉的。我妈妈是很厉害的律师，明天我就让她当众揭开你丑陋的真面目，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吴文涛是个人渣。哎呀，你妈妈算哪个啊？敢跟我们涛哥的律师叫嚣？我妈妈就是律政界从无败绩的陈真真。陈真真，陈真真，死丫头片子，说瞎话不打草稿。陈真真要是你妈，我就是你爸。我实话告诉你，陈真真陈大律师就是明天替我打官司的代理律师。绝对不可能！我妈妈怎么可能会给你这种人渣打官司？姐姐说的对，妈妈绝对不会给你这种人打官司。我现在就要打电话告诉妈妈，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坏人！我的妈妈，净不吃吃罚酒啊你啊！放开！放开！涛哥，要不然把他们放了吧？万一他们真是陈真真的女儿，明天庭审就完了。涛哥，别听这俩丫头片子在这胡言乱语诈，瞅这俩丫头蔫了吧唧的穷酸样，根本就不可能是陈大律师的女儿。姐姐，你放开我妹妹，她有哮喘，她不能受刺激的，你放开我！哦，我就喜欢看女人呼吸不上来的感觉，我还有更刺激的，想试试吗？放开我妹妹！不是我说，姐姐，放开我妹妹！放开我！我问到你个
老子好事。浩哥，这真的是你演唱会内部门票？他们不会真的是陈律师的女儿吧？您好，您拨票的用户在。我都到停车场了，春春夏夏怎么还没出来？电话也打不通，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不行，我要去找他了。夏夏，这绝不可能。郭姐，你给陈律师那2张演唱会的门票，还给他女儿。给了。你问这个做什么？文涛，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好不容易给你请到了陈大律师，明天就要开庭了，你别再给我搞出什么幺蛾子。你要是得罪了陈大律师，谁也救不了你。好的，郭姐。哦，我知道，一定是你们拿着黄牛卖的假门票来骗我。我没有骗人！妈的，还嘴硬！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等等我！又来了！又来了！啊！你干什么？他有哮喘病，他不是药，他会死的！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他不是药，他会死的！想想。装什么呀？还哮喘病？我看就是想碰瓷儿吧。救命人！救救我妹妹！救救我妹妹！我错了，我求求你，救救我妹妹！我给你磕头，救救我妹妹！我求求你，救救我妹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给你磕头，救救我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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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救！我求求你了！女儿，女儿，女儿，夏夏，夏夏，夏夏，又呢？又被他踩碎了，妈妈。喂，120吧，这里有个哮喘病人，晕厥过去了。对不起，阿没来晚。你竟然敢欺负我女儿！你是谁啊？还是你老子？我是陈真真，你明天庭审案的代理律师。涛哥，别信这老女人，这又来个骗子！我再重申一遍，我是律师陈真真，我劝你不要触碰我的底线，否则后果自负。是吗？那我就要看看，就凭你能把我怎么着？这么大你狗眼，好好看看，这是明天庭审案的委托合同。你真是陈真真？我可没有闲工夫跟你文过家家。这下完了，涛哥，别信这个老女人，这网上啊根本就没有任何有关陈真真的照片，她呀就钻这个空子来骗人。对，这份合同就跟刚刚的黄牛票一样，是假的。吴文涛，我警告你，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根据刑法第234条、第239条，还有294条，足以判以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下巴呀，还真当自己是陈大律师。再敢口气，你找根口链子把你拴起来！你放开我妈妈！你们全家怎么跟蟑螂一样，越杀越多？吴文涛，明天你会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那就要看你能不能活到明天了。晨晨，浩哥，救护车来了，明天就是庭审。今天要是闹出人命的话，就更不好解释了。今天先放，等陈大律师明天帮我解决完烂摊子，我见你3分一次。再见。医生，我女儿什么情况了？命算是勉强保住了，但她长时间受到惊吓，神经压迫导致大脑缺氧严重，恐怕再也醒不过来了。什么？我女儿再也醒不过来了？晨晨，晨晨，吴文涛，你害得我女儿再也醒不过来。明天的庭审会，让你身败名裂，付出应有的代价。有事不得翻身。谢谢你们，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再看看我，哥哥，哥哥，我想你，再看看我。哎，等我回来。郭姐，这陈大律师怎么还没来啊？急什么？他可是一句话就能让案件翻盘的陈大律师。这次啊，我稳了。吴文涛居然真的把陈真真请动来为他做辩护，看来案件的结果已定，这陈真真一出手，就算是原告都没有胜诉的机会呀！这下完了，他居然是陈真真！这小子还不能起来，跟人家陈大律师打声招呼啊！瞧你这出息，你肯定是被陈大律师的强大气场给震慑住了吧？陈律师啊，您别介意，我们家文涛他就是有点紧张。他确实该紧张，真相应该被揭开。陈大律师，您说的没错，只要您出手啊，分分钟还我们家文涛一个清白。你一个律师怎么能是非不分，帮坏人的？你别再胡说八道！我们家文涛堂堂正正，有陈大律师在，你休想再污蔑我们家文涛。你说的对，我作为一名律师，绝不会纵容坏人。
逍遥法外。说得好，陈律师，来，您请坐。陈律师，您请坐。这是怎么回事？陈真真不应该是吴文涛的辩护律师吗？陈律师，您是不是走错了？被告写在这儿呢。我陈真真是原告方的委托律师。你说什么？妈啊，你请了陈律师？没呀，咱们的钱哪够请得起陈律师啊？陈大律师，您一向信守承诺，说一不二。您说好给我们家文涛辩护，怎么能在开庭前反悔呢？是你欺骗我，吴文涛被陷害在先。我早就告诉过你，我陈真真绝对不会帮人渣做辩护。我们家文涛他就是被人诬陷的，是黑是白，我自有判断。天道好轮回，坏事做尽就应该受到惩罚。陈大律师，是不是我们家文涛不懂事儿，他做错事冒犯你了？我这两天给你道歉啊！你起来，跟陈大律师道歉，赶紧跟他道歉啊！臭小子，你知不知道，得罪了陈大律师，你演艺事业就完了！赶紧跟他道歉啊！臭小子，你知不知道，为了陈大律师，你演艺事业就完了！对，大可不必。我陈真真今天出现在这里，就是为了让你这个畜生付出应有的代价，为他们，也为自己。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得罪陈大律师？我求求你！我没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吴文涛，这次你逃不掉。陈大律师居然都这么说了，看来吴文涛是真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是啊，这陈大律师都不接的案子，看来这个吴文涛呀，这下完蛋了。都给我闭嘴啊！再敢胡说，你们就等着收我的律师函吧。陈大律师，这样吧，我给您加钱，只要您同意给我们家文涛辩护，您说多少钱啊，我都给。我拒绝为吴文涛做辩护。陈真真，你装什么装？你临场反悔不就是想多收律师费吗？我告诉你们俩啊，也别得意，你们俩知道他出场费有多少吗？只要他答应当你们的委托律师，你们俩分分钟负债千万。只要他答应当你们的委托律师，你们俩分分钟负债千万。陈律师，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付不起您的律师费。算你们俩有自知之明，我劝你们啊，赶紧识相撤诉，我还能大发慈悲的给你买一笔钱。女儿，怪妈妈没有本事，没能请得起陈律师为你辩护，让你受委屈了，妈妈。你们放心，这场官司我一分律师费都不会收取。这怎么能行？这次我不仅作为一名律师而战，更是作为一名母亲。夏夏，你快醒醒，你不要丢下我跟妈妈，好不好？女儿，妈妈跟你保证，一定让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我陈真真发誓，一定要让吴文涛这个败类永远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陈律师，太感谢你了！是不得，快起来！不必多谢，用法律维护正义和保障弱者的权益，是我作为一名律师应有的职责。
肃静，庭审即将开始。被告方，如果你方律师还未到场，就会被视为自动弃权，败诉。郭姐，这个怎么办？我要被封杀，我还要当明星。如果你方律师还未到场，就会被视为自动弃权，败诉。郭姐，这个怎么办？我要被封杀，我还要当明星。陈真真，别来无恙，没想到我们又见。是你。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我已经接到超过10几个投诉电话，案子不接，开庭不去，你们是不是不想干？对，我就不想跟你干了。什么意思？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何慧，你什么意思？不明白呀？好，我告诉你，我要离开这儿，成立个人律所，而他要跟我走。我也是。对，我们都要跟着慧姐走。对。背叛我？那又怎样？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你之前所有的课也都将变成你，包括你老公。何大律师，只要你能帮我打赢官司，你想要什么我都给，我还会发动我所有的媒体人脉，让你的风头压过陈真真。陈真真，你这个老女人是时候不再用了。我老，你急什么呀？你是担心你活不到这个岁数，还是害怕到了这个岁数你还是比不过？这何慧啊，就是个万年老二，只要有陈真真在啊，她就永远被压一头。是啊，这何慧根本不是陈真真的对手。我看啊，吴文涛这次庭审估计也是凶多吉少了。想赢我，你还是回去好好学学怎么做人吧。陈真真，你别得意的太早，就算你再厉害，你也不可能打没有准备的仗。你原本是吴文涛的委托律师，这原告的资料你是根本不了解。而我何慧就是最了解你，曾经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你陈真真所有的辩证思路我都了解一些，所以一会儿你就等着下跪认输。曾经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你陈真真所有的辩证思路我都了解一些，所以一会儿你就等着下跪认输。你还有脸提曾经？我凭什么不认输？当年要不是你处处压我一头，我何慧早就是律师界的一把手。当年要不是我，你连律所的门都摸不到。陈真真，你少在那自抬身价。据说呀，这何慧和陈真真多年前曾是闺蜜，陈真真利用自己的人脉帮何慧在业内立足了脚跟。谁知道这何慧不仅撬走了陈真真所有的客户，还挖空了陈真真的律所。啊！这何慧居然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可不是嘛，何慧走后还到处抹黑陈真真，导致陈真真一个案件也接不到。我还是那句话，但凡我能抢走的东西，那就说明他本来就该属。何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竟然还是这么不知悔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只恨当年眼瞎扶持你，还把你当朋友。陈真真，你少在那装清高了。当年你所谓的帮我，不过就是为了提醒我你比我强而已。你真是没得救。这庭审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救你自己吧。毕竟这一次我一定会大败。
然后我就会告诉大家，我何慧才是律师界的第一把手。肃静！我宣布，庭审正式开始。陈真真，你现在任用的所有荣耀，我都要抢过来。肃静！我宣布，庭审正式开始。陈真真，你现在任用的所有荣耀，我都要抢过来。陈大律师，拜托你了，一定要给我女儿讨回公道。放心，交给我。现在我方列出被告人吴文涛几宗罪行。第一，被告人吴文涛利用艺人身份之便，去哄骗我方当事人，让其与他建立不正当关系。原告方在捏造事实。被告律师，请坐下，不要打断原告律师的发言。第二，被告人吴文涛多次涉嫌强迫我方当事人与其发生性关系。快反驳呀！别急。第三，事发后，我方受害人想揭露吴文涛的罪行，却遭受吴文涛及其团队工作人员的威胁。肃静！被告律师，对原告律师的控诉可有异议？当然有异议。接下来我要对原告律师不实的言论进行反驳。首先，我方当事人吴文涛与原告当时是情侣关系，并且是原告死缠烂打追求我方当事人。这里面整理了原告当时在网络平台发布的对于我方当事人狂热喜爱的言论，包括我此生非他不嫁，我要给他生孩子这种，包括我此生非他不嫁，我要给他生孩子这种。证据成立。另外，原告在网络上发表露骨的言论，就连配图也是自己穿着暴露的自拍，这分明是广撒网式勾引。不是的，被告律师避重就轻，在逃避我的问题。以上就是我方对于原告律师的回复。那么，请问原告律师，你如何解释原告在网络上的露骨行为？还是说你根本就无法解释？因为原告的目的就是勾引我方当事人，并且利用社会舆论来对我方当事人进行诬陷。被告人吴文涛的职业属性就是利用个人光环去吸引别人。我方当事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并不能代表什么。至于穿着，这根本不是问题。我不用在法庭上去跟被告律师普及穿衣自由这个事吧。这些言论足以证明是原告主动死缠烂打追求我方当事人，并且原告穿衣大胆，这足以说明他的日常生活不检点。哼，你笑什么？我笑你一个律师居然这么不专业。我笑你一个律师居然这么不专业。陈真真，被告律师注意法当秩序。如果我喜欢一个艺人，我在网络上发表了对这个艺人的喜爱，难道就代表这个艺人可以对我做越界的事吗？女性穿着彰显自己魅力的丝袜，难道就等于这个男人可以来丝吗？真厉害，陈大律师，轻而易举的就成功反驳了他们。怪不得是万年老二呢，就这业务水平啊，怎么跟陈大律师比啊？就是。被告律师，对于原告反驳的话，你可有补充发言？无论原告律师怎样诡辩发言，都无法改变当时原告与我方当事人是情侣关系这个不争的事实。那我想请被告律师详细说明一下，被告人吴文涛，一个成年男性，身份还是大明星，他是如何接触到我方当事人，一个在校普通的女大学生，并与其建立情侣关系的呢？当然是因为原告的死缠烂打了。
错，是因为被告人吴文涛在某社交平台私信我方当事人，约其线下见面，并利用他社会阅历过浅进行哄骗。没想到吴文涛居然是这种人，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结果背后却自怜睡粉。像这种管住自己下半身的人渣，还配做别人的偶像？要我说呀，趁早封杀，赶紧去坐牢吧！像这种管住自己下半身的人渣，还配做别人的偶像？要我说呀，趁早封杀，坐牢吧！自怜睡粉，坐牢吧！自怜睡粉，坐牢吧！自怜睡粉。原告律师，造谣是犯法的。你说我方当事人主动私信原告，可有证据？见面后，吴文涛就把我手机拿走，把私信内容给删了，那就是没有了。法官大人，原告律师的行为属于不尊重事实、胡编乱造、干扰法庭程序。原告律师，注意你的措辞，指控需要拿出证据。如果原告律师不能再拿出有效的证据，那么我方将申请结束庭审，并且驳回原告所有的不实控诉。原告律师，还有没有什么补充证据？陈大律师怎么还不说话？难道这个和会真要赢了？被告人吴文涛，你主张之前与我当事人是情侣关系，对吗？对，就是他死缠烂打，我迫不得已答应他的追求。那你可知道他当时的身份信息？我当时……原告律师，请你不要为与案件无关的事影响庭审进度。你给我少说话。那你可知道他当时的身份信息？我当时……原告律师，请你不要为与案件无关的事影响庭审进度。你给我少说话。我这些都是基于案件可以提问的合理问题，被告人必须配合，如实回答。原告律师，诉求合理，被告人需配合回答。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是情侣关系，你怎么可能对他一无所知？难道之前你都是在撒谎？我没有撒谎，我确实非常了解他，我们就是情侣啊。那你们是情侣，肯定得约会。你们约会的地点都是选择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当时大明星啊，去外面约会难免会被人认出来，所以约会的地点就在我家。那你们约会的时候都做些什么？在家里都干一些……老哥，你放开我好不好？我害怕。宝贝儿，你说爱我，爱我就要听话，乖，我会好好疼你的。你们在卧室发生了什么？当然是干一些情侣之间应该干的事。也就是说，在你的卧室，你们发生了性关系。啊？在你的卧室里，你强迫他与你发生了性关系，快回答我，是不是？没有，我没有强迫他，这剧情互动就是男女之间的小情趣啊。好，法官大人，刚刚被告人吴文涛已经亲口承认，违背我方当事人意愿，强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被告人吴文涛违背妇女的意愿，强制与其发生性关系，已违反了刑法第236条。我没有。这个是你刚刚亲口承认的事情。害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被告律师，还有无要补充的说明？如若没有，被告人吴文涛罪名成立。被告律师，还有无要补充的说明？如若没有，被告人吴文涛罪名成立。你不是律师吗？赶紧说话呀，就辩护啊！法官大人，我要驳回原告律师的说法。原告在与我方当事人恋爱期间，所有的行为都是主动的。另外，我方当事人出于安全考虑，并没有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没错，我害怕他陷害我，所以我没有同意跟他发生性关系。吴文涛，你混蛋！
事实明明不是这样的。文涛哥，你不要这样。文涛哥，你不要这样。你听这么深，哥哥我来死你气了。那你可有证据？这里是法庭，不是学校，你怎么谎话张嘴就来呢？像你这样的姑娘我见多了，为了追上我们家文涛，你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做得出。我要是你，我都没脸见人了，怎么还有脸出来了？你住嘴！我不允许你强说我的女儿。有妈生没妈养的贱丫头，你要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我不允许你强说我的女儿。有妈生没妈养的贱丫头，你要不说话，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妈，都怪我不懂事被骗了，害你跟我一起被骂。好孩子，我怪你，是妈没有本事，我没有保护好你啊。这是在法庭上，被告方，请注意你的言辞。有脸做还不让人说了，小姑娘，你赶紧回家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明明骗人的是他，凭什么被骂的是我？小姑娘，你所有的信息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你未来人生的路还很长，犯不着给自己的后半辈子全搭进去。法官大人，被告方在威胁我方当事人。被告方不得威胁原告，除被告方律师以外，其他人禁止发言。被告人吴文涛违背我方当事人意愿，强行与其发生关系，这是事实。原告律师，我有证据。法官大人，这是被告人吴文涛刚刚亲口承认的事实。法官大人，这是原告律师刚刚诱导威胁我方当事人说出的话，根本就不是事实。原告律师，你们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吴文涛是强行与被告发生了性关系？原告律师，你们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吴文涛是强行与被告发生了性关系？证据真是好笑啊！就算他拿出医院的证明自己不是个处女，那也不能说明是我们家文涛干的呀。你说你自己行为不检点，你还要诬陷我们家文涛？被告方注意自己的言辞。原告律师，如果你还不能拿出有力的证据，那指控就不是成立的。法官大人，请明判。原告律师，如果你们拿不出证据，那么法庭将会驳回对被告人的指诉。这是真的，文涛强迫我和他发生性关系。诉见。法官大人，我方认为原告在撒谎。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拿出这种事来撒谎？不是所有麻雀都能飞上枝头当凤凰的。小姑娘，你别以为撒谎讹上一个大明星，你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我没有撒谎。那你为什么不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报警？依我看，是我方当事人发现你是个骗子之后，要与你分手。你心有不甘，又勒索不成，所以才演了这么一出戏，来诽谤我家当事人。不是的，我不是骗子，我是因为他害怕，才不敢报警的。那你现在的指控又是什么意思？法官大人，原告说的话漏洞百出，他在撒谎。那你现在的指控又是什么意思？法官大人，原告说的话漏洞百出，他在撒谎。原告注意自己的说话逻辑，否则指控不予成立。我说的是真的，你们相信我。是我报的警，我发现我自己的女儿被这个人诈骗了，我要让她付出代价。
我要让法律惩罚他。文文妈，你别激动，仔细的将事发经过说给法官大人。1个月前，我发现文文有自残行为，我问他怎么了又不说，后来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出来有重度抑郁症，他才把文涛这个人渣对他所做的事情告诉了我。这是重度抑郁症报告和自残伤情。法官大人，这里面有我当事人被被告人吴文涛的恶劣行径折磨的重度抑郁症及自残的医院报告证明。被告律师，对于原告提出的证据，你们可有异议？我方认为原告的伤情与我方当事人无关。就是每年有那么多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人，难道都要赖上我们家文涛吗？自己有病就去治，别像你疯狗一样乱咬人。自己有病就去治，别像你疯狗一样乱咬人。那还真是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原告律师，麻烦你弄清楚，这里是法庭，比的是谁有真相，而不是谁更有名誉。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真相不是可以随便被捏造的东西。赢的人才配谈真相。法官大人，被告方蔑视证据，企图逃脱罪责。法官大人，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曾经可能因为抑郁症自杀，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是我方当事人造成的。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我做了那些事情，我怎么可能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那他又对你做了些什么？他强行与我发生了关系。你说是他强迫你，那你当时又对他说了些什么话呢？我想不起来了。你俩第一次发生关系的位置到底在哪？越近，我越兴奋。我要回忆，我要回忆。难受了，咱就不想了。法官大人，原告逃避问题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因此我方当事人与其发生关系就是莫须有存在的事情。被告律师，您在逃脱罪责。原告律师，要证据你们没有证据，现在就连重塑事情经过原告都叙述不出来，又凭什么指控我的当事人？你真以为这个法庭是你陈真真的一人堂吗？原告律师，被告律师言之有理，我认为原告有必要重述案件的事发过程，否则我有理由怀疑原告指控的真实性。法官大人，我方当事人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请给我们5分钟来稳定一下情绪。什么5分钟？你凭什么耽误大家的时间？肃静，原告律师诉求合理。5分钟内，原告如果说不出来事情的经过，那么他指控被告将被视为无效。文文，勇敢的说出来吧，做错事的不是你，我们一定要让坏人受到惩罚。说出来吧，孩子，妈妈永远站在你这边。我说，我们一定要让坏人受到惩罚。说出来吧，孩子，妈妈永远站在你这边。我说，法官大人，事情是这样的，这就是吴文涛对我的所作所为。你在撒谎！这吴文涛真是个人兽不如的混蛋，连女学生都不放过，这样的人留下来也是祸害，赶紧审判，把他关进去得了。谁让这帮别提浪费工钱浪费水。被告人吴文涛强迫我方当事人与其发生关系，并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暴力。法官大人，原告律师在捏造事实，他根本就没有证据。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你说什么？
被告人吴文涛，你是否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你差点失手打死我的当事人？我当事人要报警，你下跪祈求他的原谅，写下保证书，并按下手印，保证以后不再做伤害他的事。我记得那份保证书已经被我给撕得稀巴烂，他根本不可能能得到，我绝对不能承认，根本就不记得这回事。那我现在拿出这份你按印手印的保证书，帮你回忆回忆。这绝不可能，根本就不记得这回事。那我现在拿出这份你按印手印的保证书，帮你回忆回忆。这绝不可能，我明明已经闭嘴！明明已经被你撕毁了，对不对？原告律师，我提醒你，在法庭上伪造证据那可是犯法的。这就是被告人吴文涛按有手印的保证书。当时吴文涛处于醉酒状态，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当事人调换了保证书，所以被撕的是张空白纸。什么？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承认这份承诺书的存在。被告人吴文涛，这份保证书上可有你的手印，你逃不掉的。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保证书这件事。你要是现在认罪，我们还可以在法庭上解决。你要是咬死这份保证书不存在，我就把它放到网络上，到时候社会的舆论、群众的指责会让你永远翻不了身。不要翻我上！我承认我对文文做的事，我们可以在法庭上私了啊！吴文涛这次你插翅难飞，我们可以在法庭上私了啊！吴文涛这次你插翅难飞，这下彻底完了！你个蠢货，你怎么自己说出来了？法官大人，被告人吴文涛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请判罪。罪名成立。陈真真，你根本不可能有这份保证书。就算你胜诉了，伪造他人签名和指纹，也同样是犯法。这里就是一张空白的 A4 纸，我何来的伪造签字和指纹啊？真不愧是陈大律师，仅凭一张空白的 A4 纸，就能让坏人自己跳出来。就他这个千年老二，还想斗得过陈大律师？竟敢杀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陈真真，别毁了我，我也不会让你毁。巧了，我也没有打算放过你。我在这里就要指控吴文涛对我女儿所有的恶行。这又是哪门子的事儿？这些证据足以让你上死刑。我说过，伤害我女儿的人必须要付出代价。这些证据足以让你上死刑。我说过，伤害我女儿的人必须要付出代价。不是我。吴文涛，铁证如山，下半辈子你就在牢里做你的明星梦。不，我不能坐牢。或者你救救我呀！何律师，你快救救文涛吧，他可是我手下最赚钱的艺人。现在，除非他陈真真自己放弃诉讼，否则谁也救不了他。陈大律师，陈大律师，昨天是我有眼无珠，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过我一次。做错事的人还有脸轻飘飘的说让别人原谅你？陈大律师，我们文涛他就是太年轻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得罪到您。您大人有大量，您就先放过他吧。我放过他，谁放过我的女儿？夏夏只有20岁，却被这个人渣害得在病床上醒不过来。什么？你这臭小子，你对陈大律师女儿做什么事情了？什么？你这臭小子，你对陈大律师女儿做什么事情了？我也不知道那就是陈律师的女儿，就失手打伤了她。你我这，你只知道给我惹祸！陈大律师，我们文涛他不是故意的，如果他知道那是您的女儿，他不会做出这么出格的事情的。难道普通人就活该被欺负吗？不，陈律师，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只要您肯撤诉，以后文涛的收入我分您80%。事到如今，你们竟然还不知道悔悟，做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我一定要亲手把吴文涛送进牢里。陈大律师，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过我一次，我肯定改。你错哪儿？我说了不算，而是被你伤害的人说了算。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你错哪儿？我说了不算，而是被你伤害的人说了算。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我真的知道错了。看在咱俩姐妹的份上，你原谅我。要是把我送进牢里，你就再也不能在屏幕上看见我，再也见不到你，是好事。你这个人渣！文，哥哥真的知道错了。你真的忍心把哥哥送进牢里吗？文，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哥哥真的知道错了，你也不忍心把哥哥送进牢里去吃苦吧？我恨不得你现在就进监狱。吴文涛，你带给我的伤害，我永远不会忘记，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你必须要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法官大人，请公示对被告人吴文涛的处罚。你必须要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法官大人，请公示对被告人吴文涛的处罚。被告人吴文涛犯强奸罪、组织犯罪、故意杀人未遂致重伤，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哎呀，我的摇钱树啊！亲眼看到吴文涛这种人受到应有的惩罚，真是太爽了。还好有陈大律师，要不然呀，真被这个人给洗白了。不像某些人，永远只能被陈大律师踩在脚底下。就是就他这，我踢场子，你说是不是？不，我不能进牢里，我还要当本乡。我不能进牢里，放开我！女儿。陈大律师，据说您这次将当红流量吴文涛永远的送进了监狱，您能具体的说说庭审经过吗？陈大律师，据说您这次将当红流量吴文涛永远的送进了监狱，您能具体的说说庭审经过吗？陈大律师，据说您原来是吴文涛的律师，怎么变成原告的律师了呢？正义偏向哪一边，我陈真真就站在哪一边。至于庭审结果，属于机密，恕不奉告。何律师，时隔10年，您还是输给了陈大律师，您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业界对您的评价一直是万年老二，本次庭审结果也验证了您根本赢不过陈大律师。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吗？谁输谁赢，还不一定。陈真真，你风光不了多久。今天你让我受到的侮辱，我要加倍偿还。陈大律师，陈大律师。文文妈妈，陈大律师，这钱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母女2人的一点心意，你拿着。陈大律师，这钱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母女2人的一点心意，你拿着。我陈真真这个人向来说一不二，说好了免费帮你们打这场官司，这钱我是1分不会收的。陈大律师，您真的是个大好人，这让我们怎么感谢您呢？坚守正义，保护弱小，是我作为一名律师应该做的，不必过多言谢。孩子，如果你真想好好谢谢我，就带着希望好好活下去。还不快向陈大律师说声谢谢。谢谢陈大律师。好孩子。但愿我的女儿能像她一样，
重新再活一次。春春，夏夏怎么样了？还是没有意识。就算我让吴文涛这个混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又能怎么样？我的夏夏还是醒不过来，都怪我。我的夏夏还是醒不过来，都怪我。妈妈，这怎么能怪你呢？要怪就怪吴文涛那个人渣。如果当初我保护好你们，夏夏就不会受到吴文涛的欺负。妈妈，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夏夏。这句对不起，你还是留到审讯室再说吧。王检官，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在这里，你自己心里清楚。把他给我带走。陈律师，请跟我们走一趟吧。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凭什么抓我妈妈？有人举报陈真真作为律师，在职期间徇私枉法、贪污受贿。我陈真真用我的人格发誓，作为一名律师，我没有做过半件有愧于心的事。我陈真真用我的人格发誓，作为一名律师，我没有做过半件有愧于心的事。那这是什么？事到如今，你还在装傻，这些都是你犯罪的证据。这些都是造假的，我根本没有授权过这些案件。你律所的公章和你本人的签名都在那里。陈真真，你不会真以为自己聪明了可以无视法律了吧？我本人对这些根本不知情。你的意思是有人陷害你？王检官，我要举报陈真真在职期间徇私舞弊、贪污受贿。陈律师在行业内风评有目共睹，这话可能乱说。王检官，我要是没有证据，是绝对不会站在您面前说这种话的。这话可能乱说。王检官，我要是没有证据，是绝对不会站在您面前说这种话的。这里面就是陈真真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犯罪证据。这个陈真真，我还真是错看了。陈真真，这一次我要让你永无出头之日。是何慧对不对？是他给我乱扣帽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敢挑战法律红线，就要接受后果。陈真真，你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我陈真真敢做敢为，是我做的，我认；不是我做的，誓死不从。这可就由不得你了。把他给我带走！你不能带他走。我妈妈是个好律师，她不可能做错事的。让开！王检官，我妈妈从小就教导我跟妹妹做人要正直，她是不可能做你说的那些事情的，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让开！王检官，我妈妈从小就教导我跟妹妹做人要正直，她是不可能做你说的那些事情的，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可是他自己根本就没做到这点，那肯定就是有人在陷害他。小姑娘，现在证据就摆在眼前，你说再多都是徒劳。让开，别耽误我们办案时间。不行，王检官，我求求你，你不要带走我妈妈，我求求你了，你这是干什么？我快起来！陈真真，你难道不惭愧吗？自己犯的错，还要女儿下跪为你求情。我说过，我陈真真没有做过半件有愧于心的事。好，既然如此，那就跟我们回审讯室接受调查。好，为了证明我自己，我接受调查。不行，妈妈，你不能走，我跟夏夏不能没有你的，你看到现在。真真，听话，照顾好妹妹，妈妈继续就回。
春春，听话，照顾好妹妹，妈妈续续就回。妈妈，夏夏也不想让你走。早知今日，当初何必要做那些违法乱纪的缺德事儿？我妈妈没有做那件事情啊！多说无益，把他带走。你们不能抓走他，他不能走。春春，听话，照顾好妹妹。妈妈答应你们，肯定会回来。带走。陈真真，你认不认罪？莫须有的罪名，我陈真真绝不认。事到如今，你还在嘴硬。好，那就到法庭上等着被公审吧。公审就公审，我问心无愧。事到如今，你还在嘴硬。好，那就到法庭上等着被公审吧。公审就公审，我问心无愧。什么？陈真真居然死到临头了还不认罪？何律，陈真真不认罪，我们怎么办呀？哼，他不认罪，就是想靠公审翻身呗，绝对不会给他这个机会。去打点一下，我要让大夏国没有律师为他辩护。是。陈真真，这几年你在业内风头这么盛，想除掉你的肯定不成，你就等着吧。明天的庭审肯定不会有律师为你辩护。董医生，我妹妹怎么样了？她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啊？你妹妹能够恢复意识，已经是奇迹了。放心，我会用尽全力医治好她的。太感谢你了，董医生。不必多谢，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做的。这种夏夏的病情，没有人能比董医生更专业的了。对了，麦麦姐，妈妈的事情怎么样了？你放心，我已经让人去给陈律找辩护律师了。我妈妈是绝对不会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的。明天的庭审，法官大人一定能还给妈妈一个公道。喂。什么？小编整个大夏都没人肯为陈律做辩护？喂？什么？小编整个大夏都没人肯为陈律做辩护？妈妈一向待人和善，怎么会没有人为她辩护呢？明天庭审的对手律师是何慧，她一向视陈律为死，看来是她买通了其他律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如果明天的庭审没有律师为妈妈辩护的话，那她就会被抓起来的。陈律对我恩重如山，如果明天没有人为他做辩护，我就亲自出庭。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看江城 NTA， 我们现在正在江城高级人民法庭门口。对于本次审理何真真一案，我们现在期待何律师的到来。何律师来了，我们现在就来采访他一下他的看法。何律师，您作为原告律师，被告人陈真真是自己曾经的同僚，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我感觉到很痛心。您是因为陈真真被抓起来而感到痛心吗？不是，我是因为行业内出现陈真真这样的人感到痛心。大家都很惊讶，陈律师作为律政界的代表人物，居然会做出这种违反职业道德的事。那么何律师，对于本次庭审，您希望陈真真受到怎样的处罚？陈律师作为律政界的代表人物，居然会做出这种违反职业道德的事。那么何律师，对于本次庭审，您希望陈真真受到怎样的处罚？我们整个律师因为他陈真真一人而受到旁人的指责，所以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让他受到最高的处刑。陈真真，我已经买通了大夏国所有的律师，这次
你就等着认输。春秋和麦麦怎么都没来？难道是发生什么事了？被告人陈真真，你该不会以为自己还是曾经那个叱咤法庭的陈大律师吧？这身边一个人都没有，是想自己给自己辩护？曼曼和我的女儿很快就会带着我的律师入场。在哪儿呢？我怎么连个人影都没看到？眼神不好，看不见人，应该去医院问医生。陈真真，你嚣张不了多久，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没有律师会为你进行辩护。你嚣张不了多久，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没有律师会为你进行辩护。是吗？何律师这么清楚我的处境，该不会是你从中动了手脚？就像我被人诬陷时。陈真真，证据就在那，你怎么还有脸说你是被诬陷？我有没有被诬陷，何律师心里应该最清楚。我当然清楚，陈真真你就是我们行业里最大的老鼠屎。这次庭审呢，我一定会让你付出应有的代价。被告人陈真真，你方代理律师怎么还未到场？他们怎么还没来？难道真和何慧说的一样，没有律师肯为我辩护？法官大人，陈真真作为一名律师，她犯下的罪行已经严重抹黑了我们整个行业，所以同僚的律师们不愿意替她辩护，也是理所应当的。何律师说的对，陈真真这种道德败坏的人，背叛了整个律师行业。像陈真真这种社会败类，就应该直接被抓起来。陈真真这种道德败坏的人，背叛了整个律师行业。像陈真真这种社会败类，就应该直接被抓起来。被告人陈真真，你方没有代理律师，达不到开庭条件，你是否放弃庭审，主动认罪？难道真的没人肯为我辩护吗？我陈真真从业几十年，原来是个这么失败的人。我们绝不放弃。妹妹，你是陈真真的代理律师？是的，长官大人，我就是被告人陈真真的代理律师。入座。现在庭审正式开始。法官大人，我有异议。原告律师，请讲。麦麦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被告人陈真真的代理律师，因为她还没有通过司法考试，没有律师资格证。这陈真真还真是笨蛋，到处扫。让我说，直接抓起来得了，还开什么庭？这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这陈真真还真是笨蛋，到处扫。让我说，直接抓起来得了，还开什么庭？这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原告律师所言是否属实？法官大人，我只是暂时没有拿到律师证，但是我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法官大人，他隐瞒自己没有律师证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违法行为。曼曼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只是由于流程问题，律师证暂时没有拿到手。无规矩不成方圆呀，没到手上就是没有律师证。陈真真，这里是法庭，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原告律师所言有理，没有律师证就不能替别人做代理律师，请你离开庭审现场。对不起，没有帮到你。没事的，麦麦，你已经尽力了。这个何慧她也太狡猾了，她买通了大夏所有律师，让他们都不要过来帮你。看来这次她是有备而来。陈律，要不然我现在就告诉法官大人，何慧她恶意竞争，买通了大夏所有律师。看来这次她是有备而来。陈律，要不然我现在就告诉法官大人，何慧她恶意竞争，买通了大夏所有律师。不用，我们没有证据。那现在该怎么办啊？没有代理律师的话，我们就只能等着认输。陈真真，我劝你还是尽早认罪吧，少在这丢人现眼。何慧，你比谁都清楚陈律是清白的，我们绝不会认输。哼，
连他的女儿都嫌丢脸，没有来到庭审现场，你是怎么有脸说他是清白的呀？肃静！被告人陈真真，现在已经过了庭审时间，你方代理律师迟迟未到，我现在宣布，被告人陈真真主动放弃。我来做陈真真的代理律师。糟了，又冒出个钱国栋。钱国栋，这可是律师界的传奇人物，就他是法官大人，也要敬他3分。可是钱老已经退休好多年了，陈真真居然真请他出山了。老师，小展，你不用慌，老师相信你的人，我来为你辩护。老师，小展，你不用慌，老师相信你的人，我来为你辩护。是女儿来晚了，让你受苦了。好孩子，要不是春春到我家去找我呀，我还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简爷爷，春春，简爷爷，妈妈被人陷害，关了起来，现在没人帮他打官司，只能你能帮他了，简爷爷。什么？小陈居然遇到这样的事儿！老师，麻烦你。哎，你遇到困难，我这个做老师的，帮你也是理所当然的。钱老，这场官司你要作为被告人陈真真的代理律师主张吗？是的，我相信我的学生陈真真是清白。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钱老的庭审现场。这一对比，这个何慧绝对不是秦老的对手。是的，我相信我的学生陈真真，她是清白的。我宣布，庭审正式开始。法官大人，我有异议。原告律师，请讲。被告方律师钱国栋没有代理资格。没有代理资格？为什么？这个何慧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竟然说钱爷爷没有资格做代理律师。原告律师，钱老先生可是我们律政界的领军人物，连我都要敬他3分。你凭什么说他没有资格作为被告人陈真真的代理律师主张？这个何慧怎么敢对秦老出言不逊？我看他呀，是怕等会儿说太难看，不敢和钱老辩论。法官大人，我这话绝对没有半点不尊敬钱老的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钱老作为老一辈，应该已经退休几十年了，根本不符合作为被告陈真真代理律师的条件。钱老作为老一辈，应该已经退休几十年了，根本不符合作为被告陈真真代理律师的条件。我钱国栋活了这么多年，还真是第一次被人质疑我没有资格做律师啊！钱老，您这个年纪本来就应该退休在家安心养老，没事跑法庭来凑什么热闹？那你是说我这个老头子只能在家等死了是吗？这可是您自己说的。何慧，你竟敢对钱老出言不逊！法庭可没有倚老卖老的传统。法官大人，我对被告人陈真真无视规则的行为有异议。钱老，您确实已经退休很久了，算了，老师，我不想你再因为我遭受他们的冒犯。法官大人，庭审时间已经很久了，我们不能因为陈真真的个人无理行为来浪费大家的时间。被告人陈真真，你是否主动放弃？被告人陈真真，你是否主动放弃？妈妈，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的。对啊，陈律，我们不能说放弃。被告陈真真放弃诉求。我们来了。
我们都是被告人陈真真的代理律师。没错，我们此行的目的都是为了陈律辩护。不是说没有人替陈真真辩护吗？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律师啊？他一向用出其不意的招数制胜，这该不会是他的策略吧？太好了，这下妈妈有救了。没错，你的这些师兄妹们都是我教的。啊，小珍居然遇到这样的事儿，快带爷爷去。怎么了？你等等爷爷打个电话。啊！啊！小珍居然遇到这样的事儿，快带爷爷去。怎么了？你等等爷爷打个电话。啊！喂，你们现在在哪儿呢？现在真真遇上了事，等会儿你们一起过去到哪儿？好吧？哎，好，没错，你的这些师兄妹们都是我教的，因为我早料到对手的律师他一定会抓住我早已经退休的这个漏洞，所以我叫来了你的这些师兄妹们，给你撑个场子。老师，各位师兄妹，你们对我的恩情，我陈真真永生难忘。真真姐，当年要不是你，我可能连律师证都拿不到的。是啊，真真，当年在老师门下，你是我们资质最好的学生，你不但不骄不躁，还处处帮着我们，这份情谊，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是呀，对呀，真真姐。法官大人，我方律师团队已到现场，我申请开始庭审。法官大人，我方律师团队已到现场，我申请开始庭审。我宣布，庭审正式开始。被告人陈真真在经营真言律所期间，伪造合同、贪污受贿，这里就是证据。拿上来。原告律师提供的证据属实，被告方律师，对于原告律师对你们的控诉，你们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方怀疑原告律师提供的证据是伪造的。被告律师，这上面可是有被告人陈真真的亲笔签名以及真言律所的印章。那又怎样？这些你又不是伪造不了。被告律师，这里是法庭，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讲究证据。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法官大人，我申请查看一下原告律师提供的证据材料。好。被我找到了，这份签名是伪造的。太好了，终于找到破绽了。什么？被告律师，你是想靠你的一张嘴说这签名是伪造的，它就是伪造的吗？原告律师，我话还没有说完，你着急的样子显得你很心虚，知道吗？你，被告方律师，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个签名是伪造的？这个很简单。自从我学习司法开始呢，就一直介绍真真姐的笔记，她的签名我再熟悉不过了。真真姐，你签名真好看。你这不好好看笔记，还在看签名。真真姐，你签名真好看。你这不好好看笔记，还在看签名。真真姐，你看我模仿的像不像？不像啊？哪里不对啊？这明明一模一样。你看这里，我签名尾处啊，习惯性点一个点，而你没有。哦，原来如此。那以后谁要敢伪造你的签名，我第一个站出来指控他。好，被告律师，你是想告诉法官大人，这个证据是仅凭你一个人的眼睛看出来的？被告律师，
在法庭上，你这种说辞不能当做证据。陈真真本人的签名末尾都会加一个点，而这份伪造的却没有。对，陈玉的签名末尾都会有个点。对，陈玉的签名末尾都会有个点。这两个签名确实有差别。被告律师的说法成立，文件上的签名并不是被告人陈真真亲自所签。案件果然有反转了，居然有人伪造签名陷害陈律师。太好了，太好了！鬼鬼，真有你的。你看看当年我抄了真真姐多少笔记。就算这个签名不是陈真真本人签的，那律所的印章总不能作假。签名都不是我方当事人本人签的，那印章怎么会是他盖的呢？那可说不准。现在不乏有狡诈的罪犯，为了洗脱自己的罪责，做出良寿准备。原告律师，你这是诬陷！我是在讲究证据。这律所的印章就只在陈真真她自己的手里，所以这章只可能是她自己盖的。被告律师，原告律师言之有理。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印章不是陈真真所盖的？被告律师，原告律师言之有理。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印章不是陈真真所盖的？陈律先非常相信律所印章，你也可以拿到，是吗？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件事嘞？那就让我来帮你回忆回忆。10年前，我方当事人怀疑律所有内鬼，所以跟我说过一件事。景天，我怀疑我的律所出了内鬼。发生了什么事儿？最近总是莫名其妙的收到客户的投诉，说我们律所不作为，可我根本没有授权过这个业务。接项目签合同是要本人的签名和律所印章的，签名可以模仿，印章很难伪造。律所的印章除了我，只有慧慧可以拿到，他慧慧不可能背叛我的。万事没有绝对，你要小心那个何慧。被告律师，我来这儿不是来听你编故事的。我说的是事实，而且我有证据。什么？我来这儿不是来听你编故事的。我说的是事实，而且我有证据。什么？真真跟我说过内鬼的事以后，我特地去调查过，委托公司的人说，当时签字盖章的人就是你，何慧。被告律师，诽谤可是犯法的。我有当时你盖章现场的视频录像。什么？法官大人，我申请当庭播放视频录像。允许。不是，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陷害陈真真的竟然是何律师，这下有好戏看喽！就是他在陷害陈律。法官大人，通过这段视频录像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是被何慧栽赃陷害的。证据成立。原告律师，你还有什么话好说？陈真真，我就算是死，也要拉你垫背。法官大人，我要指控陈真真作为一名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收取贿赂，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并且我有2个证据。陈真真作为一名律师，违反职业道德，收取贿赂，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并且我有2个证据。原告律师，我劝你趁早认罪，别在这儿做无谓的挣扎了。事到如今，你还在诬陷真真姐，你还真是不知悔改。原告律师，在法庭上，伪造证据、诽谤他人那可是重罪。法官大人，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你就拿出具体的证据。被告人陈真真在职期间收取对方贿赂，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原告律师，
请你不要以己度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是一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我陈真真作为一名律师，做人做事向来问心无愧。法官大人，被告陈真真她就是一个惯犯，上个案子就是，她原本是接了吴文涛的委托，但却在开庭前反水，成了原告方。那是因为我知道了吴文涛的恶行。那照你这么说，被告方就不配拥有辩护了？你就是做了违反职业道德的事儿。开庭前违背委托人的承诺，确实有违职业道德。你就是做了违反职业道德的事儿。开庭前违背委托人的承诺，确实有违职业道德。法官大人，我这里有被告陈真真收取原告方贿赂的录像，我申请当庭播放视频证据。允许。偷拍我？那又怎么？如果你没做亏心事的话，干嘛呀？被告方，原告律师提供的视频证据，你们还有何要补充的？法官大人，我开庭前转帮原告方做辩护，是因为我知道了吴文涛是个道德败坏的人。我始终认为，法律不是有钱人的玩具，而是普通人保护自己的利器。好，律师说的太好了，这才是法律存在真正的意义。作家，那你如何解释视频中原告方给你抵抗的行为？因为我帮他们打赢了官司，他们感谢我，想给我报酬。但是在事前，我答应他们免费帮他们做法律援助，所以我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报酬。但是在事前，我答应他们免费帮他们做法律援助，所以我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报酬。你撒谎！有钱不收，你当大家都是傻子吗？原告律师，见钱眼开的是你，不是我方当事人。而且律师本就应该收取律师费，就算我方当事人收取了相应的报酬，也是合理合法的，构不成受贿。被告方律师所言有理。漂亮，这下看何慧还怎么狡辩。法官大人，我还有一个证据。原告律师，请讲。5年前有个关于家暴的案件，代理律师陈真真当庭放弃诉讼，让被告人无罪释放，这直接导致了原告人在庭审过后被被告人虐打致死。居然还有这种事儿！原告律师，你可有证据？回法官大人，我不仅有证据，我还有证人。当年原告小雨的母亲董女士也来到了现场。陈真真，就是你，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你放了我！你个害人女士，你毁我女儿的命！陈真真，就是你，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你放了我！你个害人女士，你毁我女儿的命！真，毁我女儿的命！怎么样，陈真真，你还记得他？小雨，他死了。法官大人，我方申请放弃诉讼。什么？原告律师，你确实放弃被告人家暴原告的诉讼？是，我方自愿放弃诉讼。陈律师，你这是在做什么呀？你要放过这个企图杀死我女儿的恶魔！原告方自动放弃诉讼，被告人汪大海无罪释放。陈律师，不可以的，不可以放了他的！你在做什么呀，陈律师？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法宇，你凭什么打我妈妈？真真，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能换回我女儿的命吗？就是你这个害人律师，
你放走了王大海，让他杀了我的女儿。我要你付出代价。陈律师因为自己的工作失职，害死了一条人命啊！小珍，这件事是真的吗？你就当庭放弃诉讼了？是真的。珍珍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呀？妈，小珍呐，你糊涂啊！法官大人，当年的案件就是因为陈真真收取了被告人汪大海的贿赂，才放弃了诉讼。被告人陈真真，原告律师的说法是否属实？你是否收了被告人的贿赂，违反了与原告之间的承诺，放弃诉讼？被告人陈真真，原告律师的说法是否属实？你是否收了被告人的贿赂，违反了与原告之间的承诺，放弃诉讼？我虽然放弃了诉讼，但是我没有收取汪大海半分钱。那就是你和原告有私仇，想要当庭报复。你还我女儿的命来！你还我女儿的命！证人，请注意法堂秩序。如果被告人陈真真犯罪行为属实，法律自然会惩罚他。陈真真，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你面前站的这位董女士，她是什么？她就是你女儿夏夏的主治医师董医生。你是董医生，你害死了我女儿的命，我也不会救你的女儿。妈，夏夏怎么办？只有董医生能救她。董医生，都是我的罪，跟我女儿夏夏无关。可你的错，直接夺走了我女儿的命。我绝对不会纠缠杀人凶手的女儿。我绝对不会纠缠杀人凶手的女儿。董医生，医者仁心，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你是律师，你也没有放过我女儿的命啊！这就是因果报应。不对劲，真真姐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做出放弃诉讼、放走被告人的事儿。真真姐，你放弃诉讼的原因是什么？我不能说。你不是不能说，你是不敢说。就是因为你收了汪大海的贿赂，放了他死，所以才导致原告继续被家暴致死。被告人陈真真，原告律师的说法是否属实？你当年是否收取了汪大海的贿赂？我没有。你再狡辩。被告人陈真真，如果你不能给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本庭将会认同原告律师对你的指控。被告人陈真真，如果你不能给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本庭将会认同原告律师对你的指控。真真姐，我相信你是绝对不会收取贿赂的，你快说出真相呀，要不然我们就输了。妈，你快说出来吧，要不然夏夏就没救了。小珍，你到底在犹豫什么？我答应了萧雨，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特别是他们亲。陈真真，你少卖关子！陈真真，你不要以为模棱两可的几句话就能逃脱罪责。法官大人，被告人陈真真根本就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他就是收取了汪大海的贿赂。被告人陈真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不能给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法庭将会给你定罪。真真姐，妈，夏夏还等着你呢。夏夏，好，我说，你要放弃对家暴丈夫的指控。夏夏，好，我说，你要放弃对家暴丈夫的指控。是，为什么？你不用害怕他，我会帮你的。你不能告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手上有我们的亲密视频。他说，如果他被抓进去了，他就把那些视频发给所有亲朋好友的手机上，
陈律师，求你了，帮帮我，不要告他，我不能让那些视频传出去。原来竟然是这个样子，我的女儿竟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小雨之所以隐瞒这件事，就是不想让你难过。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就是收了贿赂。原告律师，真相已经大白了，我方当事人没有任何的罪行，接下来该判你的罪了。原告律师，真相已经大白了，我方当事人没有任何的罪行，接下来该判你的罪了。法官大人，请给原告律师定罪。原告律师何慧违法犯法，构成经济犯罪，现罪，根据刑法判处无期徒刑。这个讲不狠，我凭什么会说？我怎么可能会说？这是我可以上的最后一课，忘记诛心，早晚会知道反噬。何慧怎么会说？我怎么会说啊？我才是第一名，我才是第一名！我才是第一名！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是啊，坏人也被绳之以法。你们始终要相信，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陈律师啊，对不起啊，是我误会你了，这不怪你。作为一个母亲，我理解你的感受。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救治夏夏的。小雨已经没了，夏夏一定要醒过来。谢谢你，董医生。太好了，妈妈，夏夏有救了。